想到2月底前，24岁的赵露思就这样走红全网。提到中医，你会想到什么？是严谨认真的性格，还是不断念叨着各种稀有疗伤材料的名字？最近有一个系列，虽然着重于中医这个话题，但它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它改变了大众对中医的刻板印象，也赋予了传统话题不一样的气质。一开播就霸占微博热搜，引爆无数话题。后浪剧集在电视平台播出。后浪一词源于网络，取自长江谚语，指即将成就大业的小辈。该节目关注战后崛起的一代，通过与前浪的交锋与碰撞，他们逐渐体验中医文化，了解中医背后更深更广的内在用意。这部剧的演员阵容方面，也是实力派老演员和优秀青年演员的组合，分别指的是剧中的前浪和后浪。在实力派老演员中，吴刚是代表，而优秀的青年演员则以赵露思为代表。这种作文其实就是传统文化中的通行规律。资深演员吴刚、江山、席美欢不仅参演该剧，还亲自为前来学中医的小学生授课。这些小学生在拍摄现场也保持着谦虚的态度，继续向老演员学习。吴刚饰演任新征，师从岳父的国医大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教授。通过多年的教学，他对当前的教育理念与中医药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和困难有着深刻的认识。不想让传统文化蒙羞，他决定辞职开办中医传承班。传承是一个沉重的词，起初我担心该系列的气质和节奏会变得平淡无奇，但在这堂中医传承课上，后浪与中医的故事讲完后，这个严肃的话题瞬间变得热闹起来。在这些后浪中，最让人揪心的莫过于赵露思饰演的刺头孙头头。标准的混混不吝啬，送外卖的混混也和他一样。他送的食物是男导演新政的儿子任天真，这也是他与任家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任天景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父亲和祖父都行中医。天真喜欢医学，却不想活在父母的阴影下，这让这个性格充满了矛盾。至于电影中药世家的设定，剧情也很有意思。任家5口人是通过中医相识的，每天早上和吃早饭的时候都互相把脉，做早餐就像棋盘游戏狼人杀。但这样一来，中医融入了生活，传统文化与观众的距离也被拉近了。除了这种情节设置的交集，电视剧的大结构也让传统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整部电视剧的时间线都是以24节气串联起来的，每个情节方向与节气相结合。我们不仅看到了剧情中人物的成长变化，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美好。该剧除了以年轻人的视角讲述中医故事，将中医与生活完美结合，还着重刻画了诸多现实题材，比如一个被小人折磨的可怜女人，父母工作忙，家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病态，这种病不是身体上的头痛，而是心灵上的伤疤。这是许多传统文化中被忽视的话题。很多传统文化题材的电视剧往往过分强调中医的卓越和无敌，而忽略了与当下实际情况的对比。这个节目中的每个人都不完美，就连男导演新疆也有自己的心病。邂逅中医文化不仅是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过程，更是自我疗愈的过程。要知道，真正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高不可攀的，它源于生活，又以自己的方式回归生活。比如剧中有一场任心和孙头头喝酒的戏，中医一般认为病从口入，不想身体出现问题，就得先忌口。如果只用一张嘴来谈论理论知识，就像普通的电视剧一样，会让人觉得很虚幻，很无聊。这一幕，任心结合喝酒，告诉孙头头什么时候可以喝酒，吃什么食物可以解酒。这样的结局，如同人生中的小波折，一下子就把中医文化人性化了。同时，这部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剧中，还有一些爱情戏份，深受观众喜爱。这部分剧情的发展，自然是由演员赵露思和饰演任天静的青年演员罗一舟来承担。这两个人走的是欢朋、爱情、轻喜剧的风格。这部剧的编剧是知名人物刘六。
在谈恋爱的描写中，六六和琼瑶阿姨是平等的，琼瑶姨是苦涩的代表，而六六则更擅长年轻人喜欢看的言情剧，笔墨虽不重，情色却生动浓烈。现在新的女性观众喜欢这套。在这部剧中，赵露思和罗一舟几乎囊括了网络上所有的话题，有好有坏。尤其是演员赵露思，因为她在剧中饰演色狼，这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对她的讨伐。比如，赵露思曾经因为误诊，当着同学的面给病人拔了输卵管。赵露思的表演虽然符合演员的行事风格，但也确实有点说不过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她淡定地说道：“你还有输卵管吗？”她这样说并没有错，因为剧中的孙头头让她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的表现更加自我意识和自负，这主要是由于她的成长经历。她从小父母双亡，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她的内心是孤独的、青春的，但她不希望别人去调整和同情她，所以她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隐藏着自己的脆弱。她用这种毛茸茸的性格来保持安全感，保护自己的孤独。所以站在正常人的角度来看，很多台词和人物行为的设定和处理都有些过分，甚至有所谓的张力。但从剧本中的人物设定来看，似乎并不荒唐。而网络上的呼声也从某个角度证明了赵露思对这个角色的诠释非常好。不管是孙头头在剧中的无理取闹，还是胡说八道，演员赵露思都通过自己的身体传达给了观众。还好赵露思来晚了，和另一位女演员在一起可能会更糟，毕竟她是最亲近的小花之一，无论是速度还是人气，还是有一定保证的。偶像出身的骆一舟虽然演技不是那么好，但好在敬业认真。剧中赵露思将镐头往他头上一扔，为了获得最佳效果，他亲自拍摄了大部分场景。他的努力或许也得益于老板演员张萌的悉心教导。张萌也出演了这部剧，在《后浪》系列中有一段是把张猛这个角色的头发拔掉的。他自己在微博上表示，这次拔毛的小插曲真的让他掉了很多头发。有如此敬业的演员，再加上经验丰富的演员阵容和后浪演员的题材，这部电影能上主题榜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谈到中华医学文化，其传承与发展一直是不可逾越的软肋之一。中国政府印发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加强中医药思想培育，尽快建立临床体系，尽可能跟进教师，将师生教育融入临床教学的全过程。要满足这个要求，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狼系列剧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影视题材上的空白，也让观众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看到了中医的内涵和深度。网上有传言说杨洋和唐宋俊要合作新剧了，而且看清了主旋律，热度也是可期的。杨洋和唐宋俊是现在很火的演员，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无可挑剔。两人之前合作过《旋风少女》，此次两人将出演新剧的消息让不少粉丝激动不已。杨洋和谭松俊的新剧是《起点2》，一开始虽然是一部短剧，但凭借剧情和演员的演技，收视率都非常高。白敬亭和赵今麦在节目中的表现非常出色。据悉，赵今梅和白敬亭在《起点2》中只有客串，杨洋和唐宋俊很有可能成为新的主演人选。自出道以来，杨洋凭借《盗墓笔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作品火遍全网，而谭松韵更是凭借《锦衣之下》《美丽的心》等剧让观众认识了他。如果这次杨洋和谭松韵成为《盗梦空间2》的领跑人选，相信会有很多粉丝支持他们。再加上剧本的加持，相信该剧一经播出必将成为爆款。你想说什么？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